PSVR 2终于支持 PC 了。说实话，索尼这一次的 PSVR 2游戏阵容真的是太少了，也导致我上一次打开 PSVR 2还是在评测它的时候，所以能够连接 PC， 无疑是为这台头显注入了一根强心针。之前在 PSVR 2发售前就有传言说 Valve 会把半衰期艾利克斯这款 VR 神作从 Steam VR 移植到 PSVR 2上，没想到是这么个移植方法反着来是吧？行。今天我也是一大早就跑到零售商那里，终于是在首发的当天，斥资0.045万买到了 PSVR 2的 PC 转接器。所以今天就跟大家聊一聊我目前使用 PSVR 2连接 PC 的体验。大家好，我是菠萝。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开箱，在包装内它非常简单除了说明书、一根电源线以外就是我们转接器的本体了，没别的了。它的正面呢是一个 Type-C 口就是我们连接 PSVR 2的地方。然后背面有一个 DP 口，需要通过一根 DP 1.4的视频线连接你 PC 的显卡。之外呢，这根 USB 线需要插到我们 PC 上的一个 USB 3.0的接口，然后电源线就是插电源。值得一提的是，你别看这个转接头它卖400多元，但是它连根 DP 线都不送需要自己去购买。另外呢，就是 PSVR 2的手柄需要通过蓝牙 4.0 来连接 PC， 所以一定要确保你的 PC 的主板或者蓝牙接收器支持蓝牙 4.0 或以上，否则是无法游玩的，大家需要注意一下。还有一点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的是，如果你使用的是老黄家的20系显卡或者 A 卡，你可以看一看你的显卡背面有没有一个 Type-C 的 Virtual Link 接口。如果有的话，恭喜你，你甚至可能都不需要购买这个转接器，可以试试将 PSVR 2的线插到这个口，大概率就可以直接连上。而对于使用1030、40系显卡的用户来说这个转接器它是必不可少的了。这里呢，我也会把索尼推荐的 PC 配置放在画面中，大家可以参考一下。OK， 在准备好所有的意念后我们需要在 Steam 中下载并运行 PSVR 2 App 这个驱动程序，然后根据里面的提示一步一步的连接 PC 就可以了。其中在升级手柄固件的时候，我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这样还是一个全局的 bug， 就是我左右手柄在第一次更新时都失败了，但是只要重启一次手柄再次更新就没问题了。所以大家如果也遇到这个问题就别着急重启一下手柄试试。其他的连接操作都还是比较顺滑的，在 App 中解释的也非常详细，跟大家之前连接 PS5 的步骤几乎是一模一样的，我就不一一讲解了。连接完之后呢，就可以在 Steam 中设置刷新率、分辨率等设置了。刷新率呢 ，PSVR 2支持90或者120赫兹。如果你的电脑性能足够，那么我肯定是推荐直接上120赫兹，非常的顺滑。而分辨率方面 ，Steam VR 在连接 PSVR 2时，默认是单眼渲染3400×3468，所以整体的画面还是比较清晰的。但是由于 PSVR 2呢采用了现阶段较为拉垮的菲涅尔镜头，导致头显的甜蜜点与炫光都要比其他 Pancake 镜头的头显表现的要差一些。另外跟配置 PS5 是有一点不同的是，在连接 PC 时，由于它不支持眼动追踪，所以就没有校准这个的必要。不知道以后索尼或者第三方会不会想办法在 PC 开放这个功能的接口。这里也顺便说一下，跟连接 PS5 相比，除了刚才说到的眼动追踪以外，它也不支持 HDR、头部震动反馈、自适应扳机以及触觉反馈这些功能。但是普通的手柄震动还是支持的。可以说它在 PSVR 2刚发售时的大部分亮点都不支持 PC。当然也不是说它就完全没有优点了。PSVR 2呢依旧是市面上使用 OLED 屏幕的头显中性价比最高的之一。同时虽然没有 HDR 支持但是它的屏幕亮度在连接 PC 时也是要比市面上更主流的快色3或者 Pico 4明显要亮不少。这点呢在玩游戏的时候也非常的明显。对于一个日常使用快3的用户来说在我进入半衰期艾利克斯第一眼就被它惊艳到了。PSVR 2屏幕的色彩表现真的没得黑，还得是索尼冷知识 Vision Pro 的 Micro OLED 屏幕也是索尼制造的，当然那个屏幕跟 PSVR 2用的并不是同款那个成本要高好几倍。在玩游戏方面不得不说这回索尼写的 PC 驱动出人意料的还不错。在连接到 PC 之后呢，我尝试了几款 Steam VR 中不同厂商在不同时间段发行的游戏，目前为止还没有遇到任何连接或者兼容方面的问题，仿佛 PSVR 它就是一款 PC 原生头显一样。当然我在网上看到一些国外的博主提到他们 PC 在连接 PSVR 2手柄时经常出现追踪的问题，这个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蓝牙适位器比较好，反正我是没有遇到，我的追踪还是比较顺滑的。唯一遇到一个很小的问题就是因为 PSVR 2手柄弧度的设计跟其他的 PC VR 不太一样，所以在玩节奏光剑时默认的光剑角度会有点奇怪。不过在游戏的设置中稍微调节一下修正角度就可以解决。另外除了 Steam VR 以外对于同时拥有 MetaQuest 或者 Rift 系列头显的用户，通过开源软件 Revive 我们也可以直接用 PSVR 2游玩你在 Meta PC 端商店中购买的游戏。不过毕竟
竟是通过第三方手段啊，所以并不是所有 Meta 商店中的游戏都能够完美支持。像亚利桑那阳光2的 Meta 版本，如果使用非 Meta 的头显啊，就会遇到手柄消失的问题。但是这个也不是独立于 PSVR 2的问题啊，你用其他像 Valve Index 之类的，同样使用 Steam VR API 的头显也一样会遇到，这个就需要大家自己去试验一下了。不过好在除了小部分独占以外，大部分 Meta 商店的游戏也都有 Steam VR 的对应版本可以购买，所以总体上在连接 PC 时，除了之前提到的阉割了的那些功能以外，它的整体体验跟在连接 PS5时是非常接近的。这部分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款头显的内容，可以看看我之前专门对于它的评测视频。而在兼容性上，至少在我这一天的体验中，我认为它是完全不比其他原生 PC VR 头显差的。那么这里呢，就来到了今天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我推不推荐大家购买 PSVR 2来作为 PC 头显的？说实话，我整体上对于 PSVR 2连接 PC 的体验还是非常正向的。OLED 屏幕出色的对比度与亮度，相比起串流来说，几乎零延迟的画面输出，以及非常简单的配对过程。如果你已经拥有一台 PSVR 2，并且家里呢没有其他可以连接 PC 的头显，那么我觉得多花400块钱来购买一个转接器，将它变为 PS5与 PC 的2期头显还是非常值的。但如果你手中还没有 VR 头显，正在考虑入手你的第一台设备，那么我其实更推荐你入手 Quest 3。这里也可以看一下我之前的开箱视频，或者呢等等 Pico 马上要出的不知道会叫4S 还是4 Ultra 这样的一体机。虽然它们的 LCD 屏幕在色彩方面要比 PSVR 2的 OLED 差一些，而且串流的延迟也会比直联高上那么20-30毫秒，但是在差不多的价格下，一体机既能够无线连接 PC 串流 PC VR 游戏，也拥有内置的系统能够独立运行一体机游戏，甚至还有彩色透视啊，简直超值好吗 ？OK， 那么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如果你想要看到更多关于 VR 或者数码产品的视频，不妨关注我们的频道 VR 大波浪以及菠萝开箱 Panatech。当然也别忘了点赞、收藏、转发这期视频。我是菠萝，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